风暴谷是在绿岛上众多繁荣的王国之一，它位于山谷间，从南边延伸到东边是破碎山脉，而在北方则是杰夫扬的避难所。在伪族人作为难民逃难到绿岛时，风暴谷的居民们便和其他已经建立王国的岛民们，在第一次伪族战争期间与伪族人作战。虽然在早期的战争中，岛民们没有面对死灵法术的相关经验，但是在战争期间，风暴谷的居民和其他绿岛上的王国们已经开始了解对于魔法相关的一些知识，并且运用这些知识，将巫妖领主杰夫扬和剩余的伪族人赶至绿岛北部的偏僻地带，之后在和平的岁月中度过，直到韦诺前7年，南湾国的第2王储对伪族人以及巫妖领主宣战，并且集结前所未有的大军进攻伪族首都，从而引发第2次伪族战争。而在这之中，风暴谷也形成了一个国家，而风暴谷的人们也开始自称为海德瑞克的人民。当下由艾尔达瑞克的后代子孙艾尔达瑞克4世以及他的儿子海德瑞克管理着。在第1次伪族战争过后，杰夫扬在绿岛北部建立杰夫扬的避难所，成为伪族人的定居首都。由于伪族人在绿岛外没有和旧大陆间的贸易，而在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于和旧大陆上阵营势力之间的战争，而在绿岛内又因为争夺岛上的控制权，和岛上的岛民们爆发无数次的战争，所以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几乎和岛内上的岛民没有任何的交际，而没有交际也代表着没有任何贸易的往来，也意味着没有物资的来往。在绿岛内外没有任何物资来往的情况下，伪族的首都也逐渐走向没落。同时带来的影响就是伪族人的生活逐渐贫困，而为了在岛上的生存，一些伪族人便会三五成群的集结成非法的亡命之徒，并开始对外进行抢劫以及掠夺物资。造成的影响不光是在绿岛上绝大多数岛民对伪族人的歧视外，风暴谷的居民们更是对伪族人抱有着强烈的歧视以及仇恨感。那是因为在绿岛上，风暴谷王国是物资丰沛的地带，加上距离伪族人的首都又十分相近，所以成了伪族人掠夺物资最频繁的地区。在南湾国的第2王储引发第2次伪族战争后，这场动乱席卷了整个绿岛，而风暴谷也不可避免地被影响到，被一群伪族暴民在风暴谷掠夺了北部的要塞。那便是100多年前布莱克摩尔的王储海瑞克为了防范杰夫扬再次入侵，在风暴谷建立了一座要塞，目前已经被一个伪族女性为代表的领袖占领了。在韦诺前7年的夏季，埃尔达瑞克4世和海德瑞克也开始集结军队，而海德瑞克则是亲自出征，准备杀向北部要塞。在出发前，他们父子俩对于伪族人的袭击感到并不单纯，因为南湾国王子已经号召绝对优势的军队数量要来击溃他们了，但是他们却又袭击风暴谷，就等于同时向南湾王国和风暴谷王国宣战。再加上他们行进的路线，就算侥幸击败风暴谷王国，他们要面临的是南湾更多岛民王国的围剿，等于给自己添加不少的麻烦。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当下要做的是尽快收复被占领的要塞。在战斗过程中，王子初次对上伪族人，除了发泄了他的怒火，在风暴谷军队攻向被伪族人占领的要塞，并且击败他们后，审问投降的伪族女性领袖，这才明白这事情的由来。
自从南万国第二王储对韦族人发动第二次韦族战争后，待在杰夫扬的避难所的巫妖领主杰夫扬和其他巫妖领主们，为了抵挡岛民王国的军队，同时也是报复南万国的第二王储进攻韦族人首都而要付出的代价，并发誓要将所有苦难都降临到绿岛上。他们利用巨石建立起许多传送门的实体，运用强大的巫术，开通连接遥远西边大陆的兽人家园的核心地带，也就是旧大陆地区。在连接兽人家园的传送门开通后，大量的兽人便从传送门来到绿岛，并且很快地击溃南万国第二王储所率领的军队。但同时也开始大量猎捕在岛上的人类，无论是岛民还是韦族人，凡是被兽人抓捕，都会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住在韦族首都的韦族人居民们，也因为这个原因，开始大量向南逃难。而逃难的路径也刚好经过风暴谷的领土。在听闻这件事后，埃尔达瑞克四世便放了韦族女性领袖。一来是他们军队人数对风暴谷地区已经无法造成威胁，二来是听闻兽人入侵绿岛的消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埃尔达瑞克国王接下来要做的是强化他边疆的领土。而海德瑞克一开始认为兽人是故事中出现的生物，会有这种观念是他们的祖先因为兽人的入侵被迫乘船到绿岛生存外，之后除了乔米人和韦族人的到来，兽人并没有降临到这座岛上。在经过1000多年时间的洗礼，人们早就已经逐渐淡忘兽人的存在，直到兽人从传送门来到绿岛。经过数个月后，在韦诺前7年的秋季，埃尔达瑞克四世不久前探查北部要塞时，在风暴谷的山谷中遇到了兽人侦察兵。战争降临到风暴谷，而且他们的军队规模庞大。尽管北部要塞有国王的私人军队可以抵挡，但是面对兽人在人数上巨大的差异，他们现今也只能带领着风暴谷的居民逃离家园。而那逃生的唯一一个入口，便是在南边的一座关口。只是韦族人自从在北部要塞被击败后，经过数个月的时间又从土寻来，并且占据了南边的关口。面对南北敌人的包围，为了躲避兽人的军队，现在要做的是击败占领南边关口的韦族人，才能获得逃生的入口。直到击败南边关口的韦族人后，发现带领他们的人同样是上次占领北部要塞的韦族女性领袖，而且她也再次的投降，并要求投降者的权利。但是经过之前北部要塞的事件后，埃尔达瑞克则是要求下令直接处决他。而在这当下，他则是诉说在逃离兽人的漫长路程中，会非常需要他和他族人的能力。而海德瑞克则是鉴于风暴谷的居民和韦族人同样是在逃离兽人这条路上，加上在逃离的过程中也急需要韦族人的能力，因为他们的一些亡命之徒在一些复杂地形上的机动性，还有勘察地理环境，会远比海德瑞克的军队高上许多。尽管在历史上韦族人和绿岛居民有着无数次的冲突，但是在逃离兽人军团又是站在同一条路上，于是接受和他们的同行。而海德瑞克也称呼韦族女性领袖为亡命小姐。至于埃尔达瑞克四世国王，则是要求海德瑞克引领人民通过南边的关口，而他则是殿后负责拖延兽人的入侵。这等于是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延长海德瑞克他们逃亡的时间。在逃到星之山脉的峡谷后，王子已经明白自己父亲已经光荣的牺牲了。而在这山林间，借由一些亡命小姐和亡命之徒们的机动性能力，以及一些复杂地形上勘察地理环境，偶然间发现深山的住屋处，找到一名叫米路者布林的矮人。而这位矮人自称是在1个世纪时，
在地底深处探索时迷路，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就定居下来了。海德瑞克首次见到矮人，除了觉得惊讶外，也跟他说现在兽人已经入侵这片区域了。迷路者布林之后也和他们同行，在清理完山谷间的兽人部队以及支援的兽人刺客后，他们走出了山谷。海德瑞克王子们被迫离开风暴谷，并且再也无法回到他们的家园。但是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和其他绿岛上的岛民们共同对抗兽人，而必须先前往南湾地区，因为南湾国是绿岛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为了前往南湾，海德瑞克离开了他的家园，穿越了南方的山道。在绿岛上有一条最大的河流，通往东南部的清水港。但是在第一次伪族战争期间，巫妖领主轮万使用巫术，污染了大部分的土地，这范围延伸到破碎山脉、古老森林以及中原周围，形成了至今的伊斯登沼泽。而伊斯登沼泽的出现，不仅影响到清水港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同时也成了滋养伪族邪教徒的巢穴。为了减缓这种症状，在这之后的岁月中，岛民们都会在每年的春秋两季中去清理伊斯登沼泽。在王子带领难民人来到伊斯登沼泽，此时的沼泽地带充满着浓雾，而穿越沼泽的过程中，除了对抗和当地的野生巨型蝎子外，还有盘踞在这的邪教徒们召唤出来的不死军队，并且勘察了当地的一些古老的神殿。在某一个神殿中，发现一名艾德蒙牧师，之后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在清理完沼泽地区的邪教徒后，一个来自清水港的鲁德里爵士前来加入他们的军队，但是警告他们要回头，因为在他们前往的道路上有着规模庞大的兽人军队，而他则是当时讨伐兽人军队中的唯一幸存者。而对于这个突发事件，王子也只能穿越古老森林。当他们来到古老森林的核心地带时，除了头顶上的树枝几乎遮蔽所有的光线外，树林中还不时传出诡异的声音。而海德瑞克则敏锐地发现是当地的树人在说话，并且向他表达他们是树的朋友。而那个树人的名字是埃利尔马尔多尔以斯兰蒂尔，但是树人对于海德瑞克的到来则是十分的不友善，因为他认为人类时常拿斧头前来砍伐树木。而在最近，他们发现新来的怪物，这些怪物一看见树木就直接砍倒焚烧。树人认为，既然人会认他们是朋友，那他们就必须帮他们除掉那些怪物。而海德瑞克则是边看着迷路者布林，一边跟树人说会帮忙。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树人所说的怪物其实是兽人。既然海德瑞克的人民和树人的敌人同样都是兽人，于是他们就合力的把这附近一带的兽人都清除。在清除兽人后，也同时证明了人类和树是朋友后，埃利尔马尔多尔以斯兰蒂尔便提供一个情报，那就是100多年前，在这片森林的核心地带，一位王子在地下墓穴上方盖一座含有魔法能量的神殿，来困住一位巫妖。而那时的他在森林的隐秘处观察着。至于那位王子，便是海德瑞克的祖先艾尔达瑞克，并且说出那位巫妖还携带着充满能量的神器，也许能提供他们帮助。而一听到神器，亡命小姐则明白这个神器的来历，那是名为火红宝石的一颗石头，是从旧大陆上带过来的。当时的伪族人认为，在第一次伪族战争中，伦万被击败时，那颗宝石就被弄丢了。而当树人正要开始解除神殿的魔法能量，来让海德瑞克他们进入地下墓穴时，亡命小姐却说，尽管巫妖领主和兽人们结盟，
迫使他们也要逃难。但是他还是不想和他们曾经的领袖正面战斗，而且他还诉说，在旧大陆时期的伪族人长期处在各种族群和野兽的战争上，想要在那片严酷的土地上生存，那就必须要有异于常人的寿命以及卓越的知识。学习死灵法术便是伪族人在旧大陆上唯一生存的法则。尽管王子认为他之前的领袖巫妖领主会变成至今的情况是因为钻研死灵法术而导致堕落的，但是对于这方面的分析，亡命小姐则是不太想再继续说下去，并且打断这个话题。然后她便说要去探查前往南湾路径的情况，就离开了队伍。而海德瑞克则是等待着树人解除神殿的魔法封印。在树人解开魔法封印时，海德瑞克便进入了神殿。在进入到墓穴时，便从远方听见轰鸣声，那是巫妖领主人万苏醒时的呼喊，并且开始用他的死灵法术呼唤在墓穴中死去的王者以及捕骸士兵，与王子作战。在穿越墓穴中的石子后，击败巫妖领主以及他身边的亡灵士兵，在墓穴的后方发现一颗如苹果般大小的红色石头，就如树人以及亡命小姐所说的，是个名为火红宝石的一颗神器。这颗神器的内部有火焰在燃烧着，并且透过表面的折射散发出光芒。而海德瑞克察觉到这颗神器所溢出的能量，然后将它纳为己有，期望他在之后的战场能够发挥作用，便离开了墓穴。在王子回到古老森林上方时，一股寒风正吹向他的身旁。现在已经是深秋季节，而他也在思考接下来要做的事。而树人埃利尔马尔多尔里斯兰蒂尔看到他击败巫妖领主回来时，为他脚下的土地也为之高兴。而海德瑞克却迷茫着接下来要做的事。虽然拿着火红宝石这颗神器，但是却不知道要如何使用，而且也不知道森林外的情况。加上逃难者的人数逐渐增多，就算要去南湾，也总不能冒险的将难民们带到会被屠杀的危险平原上，但是却又不能一直待在森林中，因为冬天快到了，他们和难民们没有办法在这片森林中度过冬天。而树人则表示，他们已经证明是树的朋友了，虽然想尽可能的帮忙海德瑞克，但是树人的视线不能延伸到森林外，所以也只能祝福他们了。而在和树人对话的同时，海德瑞克察觉到有人来，那人便是亡命小姐。她带来了通往南湾道路的消息，但是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因为通往南湾的道路已经充满兽人的军队，而前往清水港的道路则没有半个兽人，原因是他们受限于伊斯登沼泽的泥沼中，所以海德瑞克就决定先前往清水港一趟。但他也有一个疑虑，那就是亡命小姐，因为海德瑞克自始至终都在怀疑着她，而且现在连她的名字都不晓得，所以他也明示要这位亡命小姐说出自己的身世来历。而他听到海德瑞克这番说辞，也脱下面罩和头巾，说出自己的身世和来历。她的名字是杰西恩小姐，是一名伪族王室里的一个公主，因为被巫妖领主和兽人结盟所背叛，再加上他所说的那位愚蠢的南湾第二王子，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和岛上大部分的人成了难民。因为只要被兽人抓住，不是死亡就是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且他们是不会区别岛上人类种族上的差异，对他们说伪族人和岛民都是一样的。在这一番对话后，就离开森林，前往清水港的道路中。冬季已经降临，白雪覆盖清水港的大地。在王子抵达后，发现港口内没有任何船只，并从本地的指挥官伊希尔口中得知，这里的渔船全部都被用来运输人民抵达南湾，并且在这段期间内，他们也和兽人爆发数场战争。
最初，清水港的士兵英勇地击退兽人，并将他们赶回伊斯登沼泽。但是，随着兽人不断增援的军队，他们也逐渐处于下风。除了损失大部分的军队外，清水港的国王也在和兽人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性命。但是这里的危机却未解除，除了一些贵族逃难到南湾外，现在这里已经涌入各地的难民，而他们现在则是要将清水港剩余的平民和过冬储备运载到南湾地区。王子在明白这些情况后，也开始着手帮忙防御清水港的城墙。但是伊希尔指挥官看到他带领的人群中有伪族人后，便显得十分忧虑。不过在王子的开导下，也欣然地接受。在疏散完人民后，王子也准备搭船，准备前往南湾时，杰西恩却打住他的计划，建议他先去南湾的外部，那边正是100多年前海德瑞克的祖先将巫妖领主卡罗尔石化，而现在被人称为堕落巫妖海峡的地区。因为在卡罗尔身上有着一本火与暗之书，书中详细的记载着如何使用海德瑞克现在所持有的火红宝石，而现在那本书也和他的主人一同的被石化了。于是他们便搭船前往堕落巫妖海峡。在临行前，王子邀请伊希尔和他们结伴前往堕落巫妖海峡，但是他则是婉拒这个邀请，因为在早前和兽人的战争中，他的家人几乎都死在兽人的手里。他则是在疏散人群时，头部被兽人袭击而受伤。现在的他只想坚守着清水港，直到他在和兽人的战斗中倒下。在抵达那里后，发现除了被石化的巫妖领主外，还有兽人的军队驻守在通往北部的南湾国路径。所以王子在拿到火与暗之书后，就必须进入通往南湾的下水道，才能抵达南湾。而在这过程中，鬼怪突然的出现，也拖住兽人对王子们的攻势。而杰西恩在勘察石化巫妖领主的路径中，发现一个古老的石碑，看一下里面文字的内容，需要王子亲自来处理。在王子抵达石碑后，诵念下面那一段咒语后，巫妖的石化被解除了，而且他也感受到火红宝石在附近，并且唤醒他周边的亡灵军团。尽管如此，他还是没能抵挡海德瑞克的攻势，将他击溃。在他倒下后，在他长袍中发现一本笔记，那便是火与暗之书。在识获那一本书后，便匆忙地移动到南湾的下水道入口，来躲避兽人的攻势。南湾的下水道原本是南湾国附近的一条地下河，被经由改造过后，成了排放神世污水的地下水道。在他们进入南湾的下水道中，察觉也有其他人在这之中，而那些人便是被国王放逐的双胞胎兄弟丁力以及戴琳，并且他们还察觉到王子们所携带的火红宝石。而杰西恩则是跟王子诉说，在他们逃亡的过程中，那些魔法力量强大之人，如树人艾利尔、马尔多尔、李斯兰蒂尔、巫妖领主卡罗尔以及他们双胞胎2人，都能感受到火红宝石的存在。而对于目前的情况，海德瑞克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火红宝石，只是知道这是具有强大的能量石头。既然已经获得一本详细使用火红宝石的书籍，海德瑞克则是想先到达南湾，脱离下水道的危险区域后，再慢慢研究火红宝石的使用方式。而在击败双胞胎法师后，在他们身上找到一张关于下水道的地图，并且遵循着地图的指引，离开下水道，抵达南湾城镇中心的上方。王子和一些随从进入到南湾国的市中心内，见到了南湾国国王艾德卓兰9世国王。
海德瑞克和国王一番的叙事就是，而国王也抱怨了他那2个儿子，一个出海航行到东方大陆，回国后不久就染病死亡了，另一个则是向伪族人宣战，结果却间接导致兽人大量入侵绿岛，自己则是在战后不知所踪。海德瑞克和艾德卓兰九世国王在一番的闲聊过后，准备打开城门让剩余的难民进入市中心，却看见其中掺杂了不少的伪族人后，却要求国王将他们驱逐南湾。而杰西恩见到这种情况，正要和国王起冲突时，海德瑞克作为缓解两边冲突之人，也恳求国王让他们进入城中。在杰西恩进入城后，同时也为了展现他的价值，首先诉说他是唯一可以翻译火与暗之书的人，因为那本书的文字记载是伪族中古语言，只有身为伪族的皇室成员才能读懂这一类的文字，来让王子学习使用火红宝石，以便在未来的战场上能够多加利用。其次也说出在南湾第一王储前往东方那片大陆时，他和王储一同前往过那片神秘的大陆，所以他十分明白逃难到这片大陆时所要通往的路径。而听到这个消息时，海德瑞克和其他的同伴都十分的震惊，但是杰西恩却说，他曾是航海家，与海德瑞克的祖先在无意间来到这座岛上生存不同，他们是依靠着船上航行，有意来到这座绿岛上的。而且南湾国王子之所以能够顺利抵达那片大陆，有一部分原因是他提供的航海技术，同时也督促他们赶紧乘船离开这座绿岛，前往东方那片大陆。因为兽人大军即将到来，就算南湾地区击退第一波兽人的攻势，但是难保兽人在人数上无穷无尽的军援，到时候就真的来不及了。而南湾国国王虽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他仍然坚持待在南湾，并坚信他人生的终点就在这片领土，就如同他的王国那样，也要求王子他们待在南湾度过这个冬天。因为之前的秋季是食物的收获季节，现今在冬季时也能捕获在冰下的巨大鱼群。如果他们真的要航行前往那片东方的大陆，那么船只储备的物资就必须足够才行。尽管王子如何劝说要他也一起撤离绿岛，但是国王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因为他的2个儿子，一个已经病死了，另一个因为对伪族人发动战争而不知所踪，再加上他的年纪也大了，他现在能做的都是尽全力的坚守南湾城市，来为王子们的撤离行动更加顺利，并且要求让那些妇女、儿童以及年轻人先上船，让之后新的王国在新生的血脉中建立。而海德瑞克则是要负起人民撤离绿岛的任务，另一方面则是要学习如何熟练火红宝石的使用方法。在数个月的时间过去，在韦诺前6年的春季，春天的到来，南湾脚下的雪已经融化，而兽人们也卷土重来，军队驻扎在南湾附近，准备再次入侵南湾城镇。杰西恩也将火与暗之书翻译完了，海德瑞克也经有数个月的时间摸索火红宝石，能够从中使出火球的简单魔法，也能在之后的战场上发挥作用。而在和兽人的攻防战中，巫妖领主杰弗扬在战场上的突然出现，他除了隐约感受到火红宝石的存在外，还在周边召唤亡灵士兵，指使亡灵军团攻陷南湾城镇，要终结艾德卓兰国王9世的性命。而亡灵军团其中之一的成员，便是南湾国第2王储，也成为亡灵士兵的一员，使得这个原本就难以应付的撤退行动变得更加雪上加霜。在和兽人以及亡灵军队的交战过程中，一群渔人突然的拜访，都是来找寻南湾第1王储，而作为领头的是泰丰领主，因为他曾经在第1王储前往东方航行时，提供一些珍珠以及海上的护卫队，来确保他们的航行的顺利。
同时也是南湾王子能够顺利抵达东方大陆的主要原因。而作为交换，南湾王子则需要提供钢铁的三叉戟和鱼钩，因为在鱼人生活的环境中，极难生成铁制器皿。如今他们前来寻找南湾第一王储，但是不知道他已经生病去世了。而杰西恩在此时也正需要鱼人们的帮助。作为交换，太空领主则是索取钢铁制品，因为他们也有在深水下的战争。他们敌对势力是纳迦这个种族。有了太空领主们的协助，王子便能抵挡兽人在海上的拥用士兵纳迦来袭。在经历了无数次兽人跟亡灵军队的攻防战后，最终击退兽人的第一波攻势。而海德瑞克也已经让聚集在南湾的人民登上船只，在船上生活的物资也已经准备完序，剩下的就是最后留守的士兵以及王子们登上船。海德瑞克们也登上了船只，而艾德卓兰国王九世最后也要求他们抵达新大陆后，也派遣一些船只回来，因为南湾也许还会有一些幸存者存在。最后，除了艾德卓兰国王九世以及一些愿意坚守在南湾的人外，海德瑞克王子和杰西恩他们上船起航，向着东方的海洋航行，朝着那东方的神秘大陆前去。